意大利人刚刚卖了一批菲亚特给他们，你看看这个吧。是谁把空难？ 太幼稚了，我也就是说说而已，你还真要查，你能查到底吗？此事关系到空军的未来，我不得不秉公办事。我必须要查出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200架菲亚特的军购计划是校长亲自决定的，是校长本人。 要花这么大一笔巨款，除了校长，谁能做得了主呢？1年前，为了我对西北共匪红军的围剿，委座急需一批续航能力远、火力强大的战斗机，于是才有了这笔巨款。机型嘛，是意大利人替我们选定的。这就是了。除了校长本人之外，还有其他人插手此事。 宋子文当财政部长，军购来源于美国；孔祥熙当财政部长，空军的军购只能来源于意大利。军购是块肥肉啊，这几大家族都有他们各自中意的卖家。那您是在暗示我，在购机上有人贪污受贿？这你又外行了，毛兄。这几大家族。 不会因为面子的事儿惹得一身腥骚，他们都是各自在为自家赚取声望啊。声望？假如我姓周的拥有了军购的决策权，我在一夜之间我就会成为百万富翁啊！我无需再去赚取军购的钱，因为在欧美军火商的眼里，我已经拥有了无形的声望。声望就是金钱。 所以，毛兄，我奉劝你最好不要去趟这趟浑水，没什么意思。本来军购验收小组出发前，在南京一切都决定好了，可是后来到了意大利，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就好像是一场表演。我这个军购验收小组的组长，只不过是个龙套啊。这么跟你说吧。 罗马的样机和南京的菲亚特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机，你不懂吗，毛兄？那么依你周兄的意思，此事是无法查下去了？你要查谁呀？宋家、孔家，还是蒋家？他们本来就是亲戚套着亲戚，都是一家人。 这我们空军今后还有得好。这样一个根子，这帮大鬼小鬼、大仙小仙的，还不都闹翻天了？就这些。就这些。这就是空军对此次空难的结论。这是初步的，一切由夫人和校长来决断。 又把皮球踢给我。这份报告，谁也不得罪，八面玲珑，什么都说了，什么也没说。说不准的事，还是不说为好。哼，你这个军人，
还不如我这个妇人呢。既然你们职业军人不说，那就听听我这个妇人之见吧。第一批菲亚特总共到货多少？8架。好，那就8架，到此为止。也算是摔个跟斗，买个明白。我对空军一窍不通，但是空军必须要有飞机，这一点我是明白。第一流的空军要有第一流的飞机，他斯卡罗尼的飞机是第一流的吗？第一天升空就栽了下来，你们就拿这样的飞机给先生贺寿？如果是这样，那我还有什么脸面佩戴这枚空军军徽？那200家后续合同，不要在罗马买。本来嘛，市场上买一斤白菜还要货比3家呢。夫人如果下此决心，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把欧美各国最新型的飞机的说明书都拿给我，附上专家的意见。我来看看，如果我们不从意大利购机，下一个购货方选择谁？回答这个困难吗？哦，不，夫人，是这样的，现在世界各国飞机生产发展得很快，各类机型令人眼花缭乱。一种新型飞机生产出来，用不了1年，就会被另外一种新型飞机所替代，因此很难说准哪一类战机最好。你那意思是专家也看不准？是的，看不准。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意大利人替你拿主意，你不满意；让你自己拿主意，你又拿不出主意。夫人，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你的意思是买不胜买？是的。既然买不胜买，那就索性不买，等你们想明白了以后再买。夫人，这……把购机的军费存入香港银行，欲在途中求善价。我们把风险留给西方厂家，待他们机型成熟了以后再买。你说呢？这倒是个好办法，夫人。当然是个好办法。钱是可以生钱的，等拿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数，可以多买几架飞机。你们这些军人也应该懂一点资本运作。明白了，夫人。不过，在后续军机尚未购置之前，空军要以现有的飞机作战训练，不能等。没有高素质的飞行员，再好的飞机来了也不能成军。你觉得你们那个斯卡罗尼怎么样？夫人，这个嘛……行了，不好，我也不逼你了。反正我是不喜欢，浑身的色彩和米兰威范一个风格。我需要一名新的空军顾问，最好是美国人，能够为我提供内行咨询的真正专家。谢谢。你就是马新兰少尉吧？我是。海刚的眼力真是不错。您是？我是高云天的妻子。哟，久仰，我知道您。我刚从海刚家出来，他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的，看着真让人伤心。我知道你跟海刚的关系，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嫂子，您就说您有什么事儿吧。能有什么事儿？人已经死了，你跟海刚没那个缘分，但是可以帮帮邢太太，帮她过了这个坎儿。
毕竟是老年丧死嘛。我能做什么？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去一下葬礼吧，送一束鲜花，安慰一下生者，让他妈妈也觉着有些安慰。这没问题，我可以做得到。好，谢谢你。调查算是结束了。结果还可以吧？怎么？你有什么想法？看来这个黑锅，我注定是背上了。高云天，你现在应该把眼光盯在日本人身上。相比之下，个人这点委屈你算什么呀？听说你要去美国，夫人想找一个真正的空军顾问，要把那个米兰人换掉。这次千万别再走眼了。你不要用这种口吻和你的上司说。夫人早已经有了人选，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去挑他，而是人家挑不挑你。我听说，日本人、俄国人都特别强的。谁呀？谁这么抢手？一个美军退役上尉，他叫陈纳德。喂！举手！放！本签署人美国国务卿，恳求所有有关人士准许持护照人安全和自由通行。如果有需要，请给予美国公民克莱尔利·陈纳德法律援助和保护。你是农场主，你去中国干什么？我去帮助他们嫁接西红柿，我是这方面的好手。我能让一根枝条上结出3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红的就像是贵国国旗上的旭日一样。可你魁伟的像名将军。欢迎你，郭靖横滨。谢谢。新的华北作战海陆军航空协定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帝国海军与陆军的分工。华北方面则由陆军航空兵负责，华南、华中方面则由我们海军航空兵负责。
我们负责的区域包括广州、上海、南京、杭州，也就是说，支那空军的主力将由我们海军单独加以扫荡。司令官，特高科的人找你。知道了。我想森川武官一定认识这个美国人。陈纳德，美国大众的娱乐明星，3个荡秋千的人。可据我们所知，他是美军王牌飞行专家，就将前往上海。他去上海干什么？是受支那空军的邀请。哦，我们想让大佐鉴定一下，他对于帝国的危险程度。他目前就在横滨，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让他永远无法到达支那。副司令官特别指示，要确保我们的客人过境日本时的安全。你去跟驻日的各情报单位通报一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是。哟，高大佐，王处长呀，找我呢？嗯，没有啊。高大佐，是我找您。哦，那你们谈吧。啊，好了，回家啊，再见。高大佐，您请坐。是这样，近来我们在空中电波里不断重复地接触到一个神秘人物。表面上呢，他是日本海军驻美副武官，可是近来他频繁出现在日本海军的最高机密中。我们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个中国空军通？如果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万分危险的讯号。您看，就是他。您认识他吗？岂止是认识啊！他是我的老师，是东北航校飞行教官森川巨球。果真是同一个人。我这里面那颗牙都是他打掉的。那个时候我们在空中做动作，稍有差错，啊，一落地，让你站好了，然后一拳把你打趴下。他们是想把人变得更加残忍，像狼一样。所以说，这挨打也是陈旧计划的一部分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我对他的印象，礼貌、野蛮、智慧和残忍。他认为他是为战争而生的，在他脑子里，日本军人就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如此看来，由他这样的人来负责制定对中国空军的作战预案，肯定是凶多吉少了。你的意思是，这所有的计划都是由他来负责？最近不断有他签署的绝密电报，来往于东京和上海之间。长谷大将好像很信赖他，不断与他商讨战争的细节。谢谢了，高大佐。您帮我们确认了这个重要的情报环节，确认了他，就算他们更换密码，只要有他的签名，我们都会有办法来对付他。也许这就是知己知彼吧。好啊，我高云天终于有机会跟我这老师过过招了。
Hello， 3个荡秋千的人。实在抱歉，我们还没有相互介绍，我并不认识。可我认识你。去年在迈阿密，我欣赏过你的飞行表演。不过，去看飞行表演的人很多，我在天上飞，看着底下的人，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观众。可是，在酒会上和你下棋的只有我一个人。你是日本国驻美副武官森川俊雄。森川俊雄，哈哈，在这儿见到你真高兴。记得在酒会上你跟我说过，我的国家非常美丽，所以你看，我就跑来了，还带来了我的相机。日本国热情地欢迎你，谢谢。你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最真诚的朋友。用你们的日本话来说，应该就是阿里嘎多。作为朋友，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去中国。为什么？中国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真有意思。在美国，我们正好相反，我们会说，万不得已时再去对付敌人，不然就该像朋友一样喝酒吃肉。可你现在是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克莱尔，克莱尔，等等！哎呀，你去哪儿了？我找你一整天了，我们该回大使馆了。我出来买东西了，和我的朋友一起。就这么放了他们？那还能怎么样？在大街上绑架他们？那样的话，明天美国国务卿就会找我们的驻美大使。那又怎么样？蠢货！哎，就要出大事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得罪美国人，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嗨。毛兄啊，哎，司令，哎，你怎么还没走啊？我都认为你已经到上海来了。来，快请坐。外事局报告说，陈纳德已于今天早晨安全到达上海。哎呀，还用得着我去上海吗？夫人在上海，夫人要亲自接待这位美国佬啊。第一夫人还要亲自接待一个美军退役上尉。韦索为什么要把我们空军的主力机群调往南昌的青云浦机场？因为青云浦机场离庐山最近。韦佐近期把各级诸侯都接往庐山，挨个谈话。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之后，韦佐改变了对日方略，可是来得晚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有些来不及。那些山南海北主政的各路诸侯，与中央隔膜很深，吵架是难免不了的。不过除了中央军，老头子还真是对各级军队从未统一军令，所以这次委座就是要军令统一。可谈何容易？在过去的10年里，
魏作和哪路诸侯没有交过手啊？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相互之间捅的是血淋淋的。更不要说魏作和共产党，那是仇深似海啊。前天我送周恩来上庐山，周公下了飞机之后对我讲，他在长征的路上曾遭到过同类的轰炸机投弹，结果贺子珍负了重伤。贺子珍是谁啊？毛泽东的妻子。所以，魏作这次就是要借我们空军的势，向各路诸侯宣誓，要统一军令。他是想让他们下了飞机就能看到浩荡的军阵。可是老哥，咱自家空军的问题也是不少啊。到现在，咱空军是一屁股的呆账。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老头子从口袋里掏出了大价钱，堆出了咱们空军。可他哪知道有人在做假账糊弄他。去年我们订购了2本假真机，就因为夫人的一句话，到现在还趴在香港银行的账面上。可叹，那只是一串的数字。可是现在我们想把它兑换成飞机，恐怕没人肯卖过我们了。空军的事儿，就让夫人安排吧。夫人不摆弄，你我能摆弄得了？所以他这么重视陈纳德，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军购的事儿，夫人跟伟作通气儿了没有啊？怎么通气啊？香港银行掌控在宋子文的手里，你毛兄敢保证宋子文没有挪用过这笔款吗？伟作一直对宋子文不满，所以毛兄在夫人面前，你我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咱们作为下属，对上级第一要忠诚，第二还要缄默。你想想，夫人也不易啊，一个妇道人家，女人要领导这么多沉重的飞机翅膀，不容易。哎，也是。我们要去哪儿？到了就知道了。夫人在哪儿？别着急，长官，到了就知道。这边请。夫人，这位就是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陈纳德上尉。蒋夫人，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上尉陈纳德向您致敬。不，是上校。我的丈夫任命您为我们的上校。欢迎您，克莱尔。谢谢夫人，非常荣幸。请。这一路很辛苦吧？还好。这一路虽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但是毕竟我现在来到了这里。我这么说话，您听起来不吃力吧？是的，我的右耳相对比较好一点。好。他们都说我聋得像一根木桩，但是他们错了，因为我听得到别人以为我听不到的东西。我明白，您是有选择的倾听，我也是这样。我的丈夫，他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耳朵，更多的时候他会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我们请您来华的原因。我们急需您的专业目光。我是个外行，
我知道由我主持空军并不恰当，可是没办法，这就是中国。我无法向您介绍我们的空军，您得自己去看，亲眼去看空军的现状、实力以及前景。我的将军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给我的报告一直不能让我信任。我知道他们的难处，顾及到方方面面的人情，他们已经失去了公正和客观的立场来评判自己。我需要您来替我们做这件事。夫人的意思是要我考察和评判您的空军。能给您的时间只有3个月。3个月？您要我在3个月里考察完所有的空军？上校，不是我太苛刻，是日本人只能给我们这点时间。从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就要对我们下手。我知道，这太难为您了。用一句中国古语，您是受命于危难之中。蒋夫人，好在我不是来休假的。这就好。您只向我负责，评判一下我的空军，找出问题，整合各方，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的强化我空军作战能力。挽狂澜于既倒，解燃眉于倒悬，拜托了。我明白了，蒋夫人，我将竭尽全力为您以及您的国家效劳。我信任你。我同样信任你，上校。小心你的听诊器，大夫。我这个人喘起气来，像一头牛一样。怎么样，大夫？还行吧？你自己觉得呢？吃了什么药？是这样。海军给我开的药让我扔在哈里斯堡了。那些蠢货跟陆军一个腔调，他们都认定我又聋又喘，完全不适合飞行。在他们看来，我现在的状态就像是一只干瘪的柠檬。你是怎么看的，大夫？我现在还死不了，是吧？按照中国的空军标准，我是不允许你飞上蓝天的。什么？大夫，这太荒唐了！你看我身体很好的，看我的肌肉，打死只老虎都行。你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低血压，还有耳聋症。不过，我觉得你可以飞。谢谢你，大夫。因为我摸过你的脉，心跳很有力，尤其是肾脉。你刚才说的肾脉，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子弹还很充足，上校。你说的一点不错，那方面我的确一直都很强悍。给他注射疫苗。上校，你刚刚到，我们今后的工作范围还很大，我们必须要确保你不能患上伤寒、霍乱一类的感染性疾病。至于你的那些老毛病嘛，
我会试着配些药给你带在身上。谢谢你，大夫。谢大夫，慢走，请留步啊。高大队长，您亲自来了啊？这位里边请。上校，这位是空军4大队的大队长，我们最棒的飞行员，中国真正的空军精英。空军中校高云天奉命前来送图，这是明天飞往南京的航图。这样，你们先聊，我去买几样衣服。首先，请告诉我，队长阁下，你的部队现在都是些什么机型？霍克3型驱逐机，道格拉斯2型轰炸机，沃德侦察机。这让我感觉到有些意外。虽说机型陈旧，可这些飞机都是我的国家生产的。请吧，坐下说。对了，队长阁下，你的老师是谁？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法国人。法国人？是的，我是从法国莫纳纳航空学校毕业，然后回国。回国以后呢，又在东北航校跟日本教官学了2年。我没有想到日本人也教过你。我们向一切值得学习的国家学习，包括我们的敌人。很好，你的经历确实让我感到很意外。我想请问，你打算带着我亲自驾驶吗？如果上校愿意的话，你可以亲自飞。中国的南方简直是太漂亮了。那一块块的绿地里都种着什么？那是水稻，上校。那紫色的又是什么？紫云叶、苏棉红花草，是一种有机肥料。高队长，听你这样说，我想换一种方式来欣赏这美丽的风景。不知道你是否能跟着我一块儿飞？我跟着你的，上校。别什么都跟着我学。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自己的底线，别玩过了。我来了。
轻几岁，你绝对跟不上我。随着陈纳德上校的到来，空军的备战加快了。我们情报监听中心每个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面对耳机里这条喧嚣的大河，我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战争的脚步正悄悄来临；另一方面，空军内那些被掩盖的腐败和弊案一件件被披露出来。我在内心里不由得替他们捏把汗。这支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的空军力量，现在要转而面对外来强敌，